我叫方世玉，广州人。你要是没听说过我的名头，只能说明你太孤陋寡闻了。整个广州城，谁不知道我方世玉？广州小霸王，那就是我，不是我吹。我娘袁秋能作证，我从小就比别人能打，铜皮铁骨。这句话可不是谁都能说得出口的。我爹方德是个正经生意人，他见我整天在街上惹事，就把我送到杭州一个什么9亿会馆的破学里，说是让我修身养性，其实就是嫌我烦。刚到那儿，我就见了2个人，一个比一个呆，一个叫洪熙官，一个叫胡慧钱。就这个意思，你在这儿不但要懂规矩，而且要守规矩。洪熙官这人长得挺正经，就是脑子转不过弯。刚见面我就跟他打了一架，打就打呗，打完了就成了兄弟了，莫名其妙。还有个胡慧钱，老实巴交的，谁都能欺负他。要不是有我跟西关罩着，他那暴脾气早就被人打废了。说真的，一开始我特烦他们俩，尤其是在学里读书的时候，那个木头先生整天让人背那些4书5经，除了摇头晃脑就是拿戒尺打人。我一看见他心情就不顺，要不是我娘教我尊师重道，我早把学堂给拆了。嗨，我这人就是闲不住。在杭州那会儿，街上有个姓雷的土财主，叫雷老虎，整天穿金戴银的，看谁都不顺眼。后来我听说了，他老婆是李小环，岳父叫李巴山，势力挺大的。可你一个做生意的，你装什么大尾巴狼啊？他儿子雷人王更不是东西，霸占了我们学友家的铺子，还四处欺行霸市。我本来想揍那小子一顿的，结果在扬州抓贼的时候就碰见了他，算了，过去了。后来我们学里来了个姑娘，叫严咏春，长得很精神，脾气也冲。洪熙官那小子见了人家，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，都不敢正眼瞧。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我说你倒是追啊，你不上我上了啊，急死我了。我跟咏春也不是没擦出过火星子，我送过他石头，他觉得我是怪人，他说我古灵精怪的，有时候恨我，有时候又看我挺顺眼，怪就怪呗。我方世玉从小到大就没正常过，我只是不喜欢洪熙官那个木头疙瘩错过了好姑娘。他们俩都是我兄弟和弟媳，能帮就帮一把。你们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？我打死了雷老虎。机关小心！动手！我其实不是故意的，比武擂台签了生死状的，雷老虎摆擂打死人，我当然不能装没看见，就上去了。我本来说好不打脸的，谁知道雷老虎不经打，只是一拳，他就在擂台上咽气了。李小环发了疯，要跟我玩命，我理解他，换我爹娘死了，我也找对方拼命，但比武吗？擂台上的事我也不想这样，这理儿大家都懂，可没人愿意听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像变了个人，话少了，酒喝得多了，天天在院子里练拳，不打沙袋打自己。我爹以为我想通了，要回去，可我回去干嘛？回去让人说方世玉是个杀人犯？
我把拳练得更勤了。后来老丈人李巴山找上门来了，他可不是雷老虎那2下子，那是真正的武学宗师。他带着人要打死我，我被打急了，在梅花桩上跟他干了3天3夜，身上的骨头断了又接，皮掉了好几层。但我方世玉这辈子就没怕过谁。后来扎哈赤带人来抓我，又冒出来个老疯子冯道德，江湖上全是追杀我的，烦都烦死了。不过那段日子，我也明白了什么叫兄弟。我一直以为我是广州小霸王，天下无敌。可在梅花桩上被李巴山打得吐血的时候，是洪熙官挡在我面前。我一直以为我是最好的朋友，帮着他追咏春，但哪怕他和咏春好上了，我跟胡慧乾在旁边起哄鼓掌，这一生有他俩跟着，一起出生入死，值了。那时候我也不是没有7情6欲，雷老虎有个女儿叫雷无双，她是个好姑娘，温柔善良，对我挺好的。我说不清自己是不是喜欢她，她对我不错，我也乐意跟她待在一起。可我手上沾着她养父的血，这道坎谁也迈不过去。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这事儿，还是胸闷得慌。还有个人，高进忠，他是个势利眼，心眼多，为了往上爬不管爹娘。我以为当初他跟我们一起在学里，谁知道他为了升官发财，把洪熙官害得家破人亡，最后成了朝廷的走狗，连亲爹都不放过。这种人真是比臭虫还恶心。洪熙官那慧儿受了重伤，脑袋被撞得忘记了过去，成天待在少林寺当和尚。我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如果你是想他的，我说兄弟，你连咏春都忘了吗？我带他去喝酒，去看热闹，去揍坏人，就是为了让他脑子开窍。到现在了，你还口是心非。胡慧乾那个老实巴交的，其实比谁都有数。别看平时被人欺负，遇着大事一点不含糊。我们3兄弟从来都是这样，一条心，别人羡慕都羡慕不来，清廷的人也别想挑拨离间。最后一场大决战是对着白眉老道，那老东西把自己练得浑身硬邦邦的，刀枪不入，明学全锁死了，怎么打都打不动。洪熙官被拖垮了，胡慧乾也快站不起来了。咏春在身边抱着我娘，红着眼看我。我以为我要死了，以为天地会翻不过去了，但我脑子忽然闪过外公以前喝的醉话，他提过一句，白眉肯定忽略了阴血。他就是仗着自己刀枪不入，从来不防守。那一瞬间，我把吃奶的力气全崩了出来，一头栽过去，正好撞在暗穴上，砰！白眉倒下了。躺在地上喘大气的时候，我忽然想起爷爷在祠堂里说的那句话：世玉啊，功夫不是杀人的，是护命的。我以前不懂，后来明白了，再后来全懂了。我想我这辈子没让他老人家失望。后来总舵主陈近南救出来了，一切尘埃落定，洪熙官娶了咏春，
3个人拜把子的兄弟各奔东西。我跟我娘回到广东，辞别了教场和江湖，坐在船头，两岸青山慢慢往后退，我心里一直空落落的，倒不光是因为无双，而是觉得太静了。从小骂骂咧咧习惯了，真没人骂你，没人追你砍你，你倒不自在了。我这辈子就是贱命。后来有人问我说：“世玉，你算不算英雄？”我说：“什么叫英雄啊？我要算英雄，那也是倒霉的英雄。”家里送我去念书，我成了惹祸精，上了梅花桩，差点被打断腿，打了白眉老道，差点把自己给搭进去。我不是天生讲义气，是因为那帮王八蛋欺负我兄弟，欺负我朋友，我没有办法。你总不能让老子蹲在边上装孙子吧？我打小就不会。我叫方世玉，广州生，广州长，没正经读过书，在少林寺偷过师。没什么大本事，就是稍微有点绝，认准的兄弟砍脑袋我也护着，打不服的敌人流干血我也站着。我爹方德管我叫孽子，我娘袁秋管我叫混账，可街坊百姓管我叫盖世英雄。英雄不英雄的随你们喊。方世玉这辈子打过架，蹲过监，喝过花酒，拜过堂，虽然最后没成，当过逃犯，入过天地会，被朝廷通缉，被兄弟背叛，可是我从来没有在擂台上认过输，从来没有在兄弟背后捅过刀，从来没有朝满清的那条狗腿下过跪。我叫方世玉，累了，船到码头了，我想回广州了。好，岳父大人，您放心，永春和我在一起，一定不会有事。西关，你还欠我一顿酒。会前，世玉哥今生没白认你这个老弟。无双，如果有来生，别再投胎在雷家。永春，要对我兄弟好点。阿爹，儿子没给你丢脸，娘，让你流泪太多了。方世玉，孝父江湖，侠名不散。诸君，来世再见。哎呀，好了，这天色也不早了，大家请回吧。啊，大同，少爷，方世玉，到此为止。好好的照顾，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的通知我，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少爷。好了，各位走了啊，走了，好，再见了，多保重。再见了。小心点。